男嘉宾杨先生43岁，来自银川，驾校教练；女嘉宾张女士34岁，来自银川会计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今天谁要来的呀？是我。来干什么呀？我跟他谈恋爱和刚结婚的时候，感觉他挺好的，人也稳重，就是挺会照顾人，性格也好。但是自从就是有了孩子之后，他就变得不管家事了，可以说是没有一家之主的样子。哎，这不对哎，这是要求变了，我听啊。他还稳重吗？稳重的也稳重的。那就是啊，所以这是要求变了，是说有了孩子之后，他这个爹或者这个老公做的不让你满意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还有就说是何家人不相信我，我觉得我跟他们家有矛盾的时候，他都不会站出来为我说话，我感觉他太懦弱了，没有男人的样子。就是懦弱是吧？对。所以今天希望来这儿听听老师们的意见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咱慢慢一点一点的说啊。怎么就不上心了？我在家的时候，我跟他说了，他才去干，也不干家务活。去年我不是兼了3家会计嘛，也特别忙。颈椎也不好，那回到家的时候特别累，就想坐在那儿就是躺会儿休息会儿。我让他把这家收拾一下，他还就在那儿各种的念叨。为啥不干家务了？我上一天班吧也很累，再加上那个地吧，我感觉那个地干净着嘛，没有必要老去打扫。我就觉得他老是没事给我找点事儿。那你这就是找借口呀。但凡就是有10次有1次他自己主动去干，我也不会那么去说他。是。这个孩子多大？孩子7岁了。男孩女孩？女孩。姑娘觉得家里干净吗？主要就是她老捣蛋，把屋子弄得收拾。家里饭基本谁做呀？饭我们谁回来的早谁做。菜谁买啊？菜就在门口，谁回来的早谁带的。他还行啊，人家也做饭呀。那你说是我也上班完了？不是，咱们这么说，是他不做，还是让我要说了他才去做？是他不做，还是他做的没达到您要求他做的标准？是我说了他才去做的，就是不主动，不积极，啥事都要我说了。听明白了。然后就说是他不主动做家务不说，就说是我的事他也不放心上。就是那年我爸去世嘛，我们那边老家的习俗，作为女婿，他必须得去，但是他就没有去，惹得我们那边人说我闲话，我当时特别生气。这个不应该啊！当时吧，我在上班，老丈人去世这个事情，确实特别突然，他们也是走得特别着急，就没有给我通知。我是晚上下了班回到家之后，听我妈说，岳父去世了。那你就可以问呀，你可以就说是坐车过来呀。不是。为什么没在第一时间通知自己的老公？当时我爸也走得急，心情也特别悲痛的那种，也没给他说。但是那会儿我们婆婆也知道呀。所以现在我要问您的是，让老公去是去抚慰帮助你，还是去给你撑面子去了？可以说既帮助。你不需要他帮助啊，你没有在第一时间通知他呀。当时我直接听到那个消息之后，我们不是在宁夏了嘛，然后我爸在甘肃那块去世嘛，当时脑子就是一片空白，特别伤心。那我们婆婆也知道，她也可以问着，可以让她过来呀，她就是没过来。行，第一时间没通知你，后来为什么不去呢？回家不也知道了吗？那个地方我只去过1次，到哪倒车这个也是不太知道，都忘记了。那他这就是借口，他就没把我的事放在心上。那您没打个电话问一下吗？记不住呀。给他打电话问一下。不能每去一站都要去再打电话去问。不是，那您没在地图上搜一下吗？这不都行吗？现在智能这么发达了。这个事情确实是我的不对。对。其实说白了，就是我害怕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，可能我心里没底。是吧？是这意思吧？行，听明白了啊。就是。但是对您来说，就是你看我们家出这么大的事儿，你都不关注我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心里很难受。行，咱们放在这儿，一会儿老师帮你们分析。还有别的吗？还有就说是，你看我们每年过节回老家嘛，家里来个客人，他都不知道打声招呼，他就在那抱着手机玩，一家之主就没一点一家之主的样子。推翻了他，你做。但是他是男人呀。没关系。搞得就是当时我就特别没面子，之后，然后我们亲戚的人就带着我们侄女啊侄子带着过来，我说带过来之后，你要不就是你不跟他们聊天，你就带孩子出去玩吧，把孩子看好就行了。结果呢，我们大人就是在家里聊完天之后出去看的时候，孩子也不见了，跑到外面走了。看孩子还能看丢了？
疏忽了。他当时就玩手机，他就是玩手机。这个男人都爱好玩手机。谁告诉你男人都爱好玩个手机的？是吗？那是男孩儿，兄弟。他玩手机的，竟然孩子丢了，然后就是落到他的亲戚跟前，就是印象特别不好。哦，这后来找回来了吗？孩子是找回来了，但你说大过年的出个啥差错，谁也负责呀？是，你老公应该是特老实的一个人吧？老实到不说话。他在单位里面，用一个社会词来说，混得怎么样？混得很一般吧，可以这么说吧。他也没有上进心那种啊。再加他驾校工资也不高，你还在那坚持啥去了？那不就混日子了吗？主要是那边我都干了10多年了，在那一个驾校。行，所以这个依恋之情还是有一点的。行，那你对未来有打算吗？虽然跟这个驾校很有感情，我就想再坚持几个月，看他如果好转了的话，我们就再。如果不好转呢？如果不好转，我们再找着换一换环境。你估计现在就得换了啊！这个妻子抱怨是对的啊，考虑的不周。还有别的吗？还有孩子的生活还有学习都是我来管。有一次晚上我实在是太累了，我说是孩子的作业你给辅导一下，他结果了，坐在旁边他戴着耳机打游戏，孩子也在旁边看他打游戏了。当时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不要玩了行不？他说好，答应的好的很。完了之后他竟然还在那玩。我当时特别气愤，我直接冲着过去把手机给砸了腿了。我就是你没有一点做父亲的样子。是你干的不？这个事情确实是我不对。唉，这就算了，我们还是最主要的矛盾其实就是房子的事儿。房子怎么了？当时结婚的时候，就我们现在住的那房子，说是他的婚房啊。我们结完婚之后，那房子竟然在他大姐的名下。就是他姐，我觉得他们就欺骗我了。哦，这个房子呢是我父母就是买来给我做婚房用的啊。当时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是要单位出一个证明，我当时就没有单位嘛啊，所以就用我大姐的名义去买的这个房子啊。但是你说是他的婚房之后，我就跟我们婆婆说了，我说既然是我们的婚房，为啥就说是不过户到他名下了？我就问了多少回啊，结果婆婆了。就说是你就先等等。有一次实在等不住了，我让我们婆婆把我们大姐也叫到我们家了。我就说是这房子的事，我们大姐就给我明确说了，要么你再等等，要么等孩子过到18岁之后过户到孩子名下。我当时听完我就心里面既委屈又生气，我说你们家人就是不相信我，就是防着我。好，我问你一下啊，就此你们有没有什么难言之隐？难言之隐倒是没有，主要就是这个房子跟家里这边还是缺少了沟通了。为什么你的大姐说这个房子要等到孩子18岁之后再过户过来的？这个考虑可能是也有她的一些原因。她的考虑是？她就是不相信我。主要还是我们缺少了沟通，跟我们大姐缺少沟通。不着急啊！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好不好？对于你老公的一些过往的背景你了解吗？也不是太了解，因为我是甘肃人到宁夏了之后上班，我们亲戚介绍认识的啊。那你嫁给他之前了解这个男人过去的历史吗？好，我们亲戚3言2语也说了，他是结过一次婚，两人好像订了没多1年左右吧，我也不是太了解对他。好，就你曾经有过一段婚史。对，他是结婚没几天之后就不见了嘛，等了3年以后法院才判的。结婚的时候有给对方彩礼吗？给了，就待了几天就走了，是吧？对。我们面前看到这个男人，你承认他老实巴交吧？承认。不是说表面上面是这样，这个窝窝囊囊，但是心里面都是坏水吧？不是。这是他的本性，就是你说他的本性很老实，对吧？对。妻子最在意的实际是这套房子到底归属于谁，对吧？对。因为从法律上面来说，虽然是父母出的钱，但是写在了大姑姐的名下，这个房子在法律上就是你姐姐的。对吧？你肯定是担心，别到时候哪天姐姐不愿意了，我们居无定所。对，这个是可以理解的。可是大姐为什么说了一句话，说要等到他们的孩子18岁才把这个房子过户呢？也就是说，你们家人对你的第一段婚姻实际是担了心了，对吧？害怕第2次竹篮打水一场空，是这意思吧？可能也应该有这个考虑。有啊。你也没跟他们聊过，是吧？所以我就说缺少沟通了。你就过你自己的小日子。但是这个已经成为他们家的主体矛盾了，由此就导致出了妻子现在对丈夫也好，对婆婆也好，一系列的不满，觉得生活很累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好了，
那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和怎么办？我们看看老师们有什么好的建议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爱情使人忘记时间，时间也使人忘记爱情。我相信你们在最开始走进婚姻殿堂的时候，也是有爱的。对，其实你一开始认识他，你就知道他是一个老实巴交的、很木讷的男人。对，那为什么还选择嫁给他呢？当时也就看上他的老实会过日子吧。但今天您站在这儿抱怨的也是他的老实。我告诉你，他不仅老实，而且胆小，自己一个人不敢出远门啊。对，怕迷路，怕丢了。然后呢，怕失业，怕自己再一次到社会上去找不到工作，怕老婆跑了吧？也有这个担心。所以在生活上也怕，而整场的对话也是一样的。我们看到您很强势，他就是很弱的那一方，不管你说什么，他都说这个事儿是我不对，那个事儿是我错了。我相信这也是你们生活当中的一种循环。对，但您自己选的呀。当年您不就是看上他老实吗？看上他忠诚吗？其实你往好的方面想，他还挺听话的，你不觉得吗？但我也想做一个小女人呀。您做不了嘞，你俩往那儿一站，就注定他是小男人，您是大女人。至于你所抱怨的那些问题，什么不管孩子呀，公婆之间的矛盾啊，不做家务啊，在我看来零零碎碎，无非就是因为第一，他现在不能往家里赚钱了；第二，房子没写在你们名下了，就这2个事儿。对，如果没有这个事儿，前面说的那些根本都不是事儿，因为你们认识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对吧？对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，他们家人也怕，他也怕您带着房子跑了。我们已经孩子7岁了呀，我不可能带着孩子跑了呀。那你今天把他给数落的，就差没说我不要你了，你再这样。所以他怎么敢呢？他们只敢把房子过到你们孩子的名下。对，所以婆家的考虑也是有一点点他们的理由的。我的建议就是，第一，换份好工作，少点没关系，大姐能干是吧？你就让她当一家之主，你们家就和平共处了啊。第二，房子的事情是你们自己的家务事，回去自己跟父母好好的商量，我不做任何建议，好吗？祝你们幸福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左岩老师。大姐，你觉得在你每次强调让他去扫地呀、拖地的时候，你累吗？我累呀，我上班完了之后挺累的。我说让他去那你每天上班那么累，回来以后还要再督促大哥去干这些家务活，然后他还坐在那里不动，对吧？然后你就会特别闹心。对，所以我建议您放一放。家里脏一点乱一点，你就只当睁只眼闭只眼看不见，没有太大关系。这些事情在你们的婚姻生活中不算是什么大事儿。我想说的另外一点就是，可以适当的让自己在生活中尽量的去柔弱一点，不要太咄咄逼人，不要太强势。我现在庆幸你们生的是个女儿，如果生的是个儿子的话，妈妈太强势，其实对孩子的性格上都会有很多不好的影响。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说，您可以尽量去做一些这样的调整。好的。刚才听下来，我觉得有几点就是跟大哥说的，我觉得确实是特别需要改进的地方。第一个，你对孩子是真的很不上心。比如说亲戚家的孩子来串门，你也可以自己玩手机而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。辅导自己的女儿写作业，你也可以直接戴着耳机在她旁边打游戏。从父母的角度上来说，我觉得这一点上是很不可取的。还有就是大姐希望在跟家庭亲戚的沟通方面，您可以没有太多的话来鼓励他，但是
他可以希望那个时候你成为他的依靠，哪怕就是什么话都不说。比如说在沟通房子的事情上，你就默默地站在他的后面，你就拉着他的手，你用你的行动告诉他这件事情我会想办法去努力，去跟大姐沟通，去和家人沟通。我觉得这对于大姐来说可能都是一份很大的安慰。你也不要太着急，这些问题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，大哥也需要一些时间。那么关于工作这一块，确实像左岩老师刚才说的，大哥你需要尽快的做出改变，因为这个关于到家庭未来生活的一些开支啊，就是孩子的以后一些选择上都需要这些是作为很好的支撑，所以大哥不可以再继续的这样下去。所以最后还是祝福大哥大姐幸福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兰溪老师。其实这件事情还是那个巨婴的现象。巨婴什么意思知道吗？巨大的婴儿，虽然年纪很大了，但你心理上面你还是个婴儿。为什么你心理上面还是个婴儿？因为你妈你姐姐太强势了，把你管得太好了。你都43岁了，他们还要怕你受到伤害，还要怕你的财产被人骗走。你女儿都7岁了，可能你在他们心目中你的心理年龄连一个7岁的孩子都还不如。然后结果像你这样的人，你还偏偏喜欢去找一个跟妈一样的，你是不是比着妈的模子找的老婆？她是不是跟你妈很像？不像。那跟你姐姐像不像？跟我姐姐倒是有点像。你现在这种性格造成，就是你那个大家族里面对你长期的压制、长期的管理、长期的不放手，导致了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导致了你没有责任心，从小到大缺乏一个叫责任教育。我不认为什么非要男主外女主内，我觉得女主外男主内也行，但问题在于一点，就是女主外了，男什么都不主，那也不成，是吧？你总得主点什么吧？生活就是有那么多纠结的地方的，生活就是有那么大压力的。现在你自己有家了，不是在你姐姐和你妈的呵护之下，你已经从那个鸟巢里面飞出来了。不一定要大男子主义，也不一定要男主外女主内，但是请你给我扛起生活应该给你的一部分责任，这才叫男人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陆琪老师。你说你想做小女人是吗？有些女人注定这辈子是做不了小女人，因为她生来强势，她没有做小女人的资质。不是说你找不到一个比自己更强的男人，而是你生来强势，所以你就要知道自己的性格就是这样。我也从来都不相信有什么老实的男人，他真老实吗？他偷奸夺揽哪样不会？现在老实是因为无能。尺有所长，寸有所短。在婚姻当中，每个人都应该自知并且知人。自知所指的是要有自尊，没有能力我得努力，同时得知道自己的能力到底强不强，不强就认怂，别人强就听别人的。第三，还要知耻，要知道羞耻，要知道自己有些地方做的不对，是应该愧疚的。比如说对方的父亲走了，你没去，你就应该知羞耻，知道自己做的不对，就不要去找理由。所以当你对自己非常清楚，我不行我就努力，别人对我就听话，别人做得好对我好我就感恩。那么第二点，知人就是要知道好歹。人这一辈子也许最愚蠢的就是活了一辈子不知道谁爱自己，自己爱谁，分不清楚朋友和敌人，不知道好赖。如果一个女人真的对你好，就忍一点，就受一点脾气，就多说点好话。谁让自己无能呢？谁让自己没用呢？对不对？我不行，我嘴就甜一点。人都是要平衡的，别人做的多，我就讨他一点欢心，对不对？我即便是不会做家务，我装模作样，我让他心里舒服一点。你也是一样的，知道自己强势，就别妄想做什么小女，同时知道自己脾气不好，
知道别人相对本分，就不要老去欺负别人。同时，你也要分得清好歹。这个男人固然有他显而易见的缺点，但也有难能可贵的优点。该夸夸，该说说。自知和知人是平衡自己内心的最好的2种方式，好不好？好。别的就不多说了，不要怨天尤人，在有限的情况之下，利用他的优点，扬长而避短。好，谢谢你。好，谢谢涂老师啊。我记得我在问他为什么不去你父亲的这个葬礼的时候，或者送你父亲最后一程的时候，我跟你有过一个纠结和纠缠。其实呢，我只是想让你意识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当你心里面真的依赖和依靠一个人的时候，当你出现了巨大的悲伤情绪的时候，你的第一反应应该是你依赖的那个人。这其他的事儿都不讲了，接下来的事当然你们自己去解决了。我们一起进真情60秒。我知道有些事情我做的还是不够好，还希望你多谅解。我会放下手机，没事的时候呢，多陪陪你和孩子。家里的家务呢，我会尽量的去多做一些。工作的事情嘛，就是能找一个相对好一点的话，我会考虑去换一下。房子的事情，我会主动跟老大提出来，尽快的协商好。我希望你说到能做到，能撑起这个家，就说是少让我承担一些就行了。唉，好了，请亮灯吧啊，请回吧，谢谢你们。来，请关门，来，请开门。就在一起，谁让我们相遇？以后的日子，我们一起相依。我会撑着你，我会从容。